2016年，一群平均50岁的久坐男性走进了 Ben Levine 博士的实验室。2年后再做扫描，结果震惊了所有人，他们僵硬、增厚的心室，物理上变回了30岁的弹性状态。这不是简单的保养，这是把心脏恢复到了出厂设置。但这里有一个残酷的截止线。研究发现，如果这个干预在65岁之后才开始，心脏已经太僵硬了，无法被重塑。这扇窗户会关上。这是我们阿尔兹海默系列的最后一期。前2期我们谈了危机，今天我们谈逆转。我将把神经科学家 Luisa Nicola 最硬核的处方交给你，一个能直接给大脑喂饭的动作，一种被严重误解的白色粉末，以及一块你大脑里决定了你会不会放弃的神秘肌肉。趁大门还没关上，我们需要立刻开始。首先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你的肌肉不只是用来搬东西的，它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。每次你收缩肌肉，你不是在搬重物，你是在挤压一个巨大的药房。这些药物叫肌肉因子。制药公司花了几十亿美金想把它们装进胶囊里，失败了。而你只需要动起来就能免费获得。这其中有3个主角。鸢尾素，它像一个信使，穿过血脑屏障后唤醒 BDNF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大脑的化肥，直接命令海马体长出新的神经元。海马体就是阿尔茨海默症最先攻击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运动让你在最容易被攻击的阵地上凭空长出了援军。白细胞介素6，平时它是个促炎因子，但从运动中的肌肉释放出来时会反转角色，变成强力抗炎分子，同时直接抑制肿瘤细胞生长。自然杀伤细胞，这是身体里的特种部队。数据惊人，每天仅30分钟有氧运动，就能通过释放它们降低13种癌症的风险，包括乳腺癌、结肠癌和前列腺癌。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当你做高强度运动，感觉到肌肉酸痛时，身体正在快速分解葡萄糖，副产物是乳酸。以前大家以为乳酸是废物，错了，乳酸是大脑最喜欢的顶级燃料。所以，高强度运动不只是练心肺，它是在直接给饥饿的大脑喂饭。那如果一辈子只能选一个动作来激活这一切，选什么？Luisa Nicola 毫不犹豫，硬举。看看这个动作的动力链条，从手指的抓握到背部的锁定，再到脚跟蹬地。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大脑房地产理论。你的运动皮层就像一块寸土寸金的地产，当你举起的重量越重，大脑就需要征用越大面积的神经领地来驱动身体。硬举是神经驱动力最大的单一动作，它强迫大脑点亮了最多的灯。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阈值，研究明确显示，要产生这些神经保护效果，你必须举得够重，这个重量必须重到让你竭尽全力也只能做8到10次。轻重量高次数可以长肌肉，但如果你的目标是大脑，你必须举得够重。双胞胎研究给出了最铁的证据，完全相同的基因，追踪10年，那个腿部力量更强的双胞胎，脑容量更大，灰质更厚，认知测试分数更高。同样的基因，唯一的变量是腿部力量，结局完全不同。硬举重塑了你的神经结构，但要重塑那一颗50岁的心脏，你需要另一种武器。回到开头 Levine 的实验，他到底让那群50岁的人做了什么？核心武器叫挪威4×4，全速冲刺4分钟，心率拉到极限的90%到95%，那种让你觉得快要死掉的强度，然后完全休息4分钟，重复4轮。这是提升 VO2 max 的黄金标准。VO2 max 是你身体利用氧气的最大能力，从35岁开始每年下降，每周至少需要20分钟高强度训练，仅仅是为了维持住它。Levine 的完整周计划长这样：一次挪威4×4，一次6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，比如骑车、徒步或打网球，一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训练，再加一次力量训练，大约每周4小时，坚持2年，心脏逆龄20年。这里顺便说一个容易引发争议，但必须说的是，很多人痴迷于 Zone 2，那种可以边跑边聊天的轻松有氧。Zone 2很好，但对于想要逆转衰老的人来说，它不够暴力。Zone 2是打扫卫生，而 Zone 5是重新装修。如果你想改变心脏的物理结构，把僵硬的血管壁重新撑开，变软，你需要的是高强度的液压冲击，而不是温柔的冲洗。如果你是一个时间有限的忙碌人，每天只有几十分钟，
你的优先级应该是 Zone 5的高强度训练和力量训练，而不是 Zone 2。因为在有限时间内，高强度训练对心脏重塑、大脑血流灌注和肌肉因子释放的回报率远高于 Zone 2。对于想要逆转心脏年龄的你来说， Zone 2是甜点，而 Zone 5才是主菜。别把顺序吃反了。还有一个额外细节，户外运动比室内对大脑更好。你在户外跑步时，视觉、听觉、空间导航全部被激活，向前移动本身就刺激多巴胺通路，同时降低炎症。这些是跑步机给不了你的。听到这，你可能觉得我每天运动了，安全了吧？并不是。2025年，克利夫兰诊所揭示了一个新概念：活跃的久坐者。哪怕你每天跑5公里，只要剩下10小时都坐着，心血管风险依然上升。因为长时间久坐会关闭一种叫脂蛋白脂肪酶的酶，它负责燃烧脂肪和清理血液里的葡萄糖。这个酶一关，你的血液就像淤泥。但解药像做壁马一样简单，每小时做10个徒手深蹲，不需要负重，就在办公桌旁。研究显示，这个微小的干预就能重新激活酶的活性，抵消久坐的代谢损伤。设个闹钟，这可能是你一天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60秒。也许你正深受失眠困扰，或者压力大到感觉脑子转不动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聊那个被无数人妖魔化的白色粉末——肌酸。哪怕你不健身，哪怕你不想长肌肉，为了大脑，你也该吃。你的身体每天自然产生大约2到3克肌酸，主要来自肝脏。但这个量不够。过去几十年的标准剂量是每天5克，问题是肌肉会优先把它全部抢走，大脑几乎分不到。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大脑保护，需要更高的剂量。有一项直接针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研究，这些人的大脑已经处于能量危机，认知功能严重下降，给他们补充每天20克肌酸。结果他们不仅保住了认知功能，还有了更多能量，甚至能进行更多运动。大脑已经在崩溃了，20克肌酸把它拉了回来。2025年发表的 NANCE 研究涉及超过25000名成年人，发现肌酸摄入量越高，癌症风险越低，最高降低 18%。而且这种保护效应在50岁以上人群中最强。一位经历过癌症治疗的女性在连续服用肌酸5个月后说：“我感觉我拿回了我的人生。”它还是你的复活币。高剂量肌酸，也就是15到20克每天，可以逆转睡眠不足对大脑造成的认知损伤。如果你是新手爸妈，是值夜班的人，是昨晚熬夜了的人，肌酸能帮你扛过去。30克每天的剂量，甚至能保护大脑免受脑震荡的伤害。如果你有孩子在踢足球或打橄榄球，这个信息你需要知道。2个所有人都关心的安全问题：肌酸伤肾吗？大概率不会。很多人体检发现肌酐偏高就慌了，但肌酐在高肌肉量人群和运动后本来就会偏高，它不是肾功能的准确指标。真正该测的是 Cystatin-C。跟你的医生说，请帮我查 Cystatin-C， 如果这个值正常，你的肾没问题。脱发呢？目前没有可靠证据支持肌酸导致脱发，这是谣言。最后，怎么买？认准2个标志 ：NSF 认证和 ClearPure 商标。有个简单的鉴别方法，如果粉末像糖霜一样细腻顺滑，大概率加了添加剂。真正的顶级肌酸摸起来应该有沙粒感。服用时间不限，热水不会破坏它，一天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吃。如果肠胃不适，可以分成几次，每次2到3克，不要因此停掉。现在所有工具你都有了，但我们都知道，最难的不是知道该做什么，而是能不能坚持做。想象一下那些极度痛苦的时刻，冰水的刺骨，最后一次力竭的颤抖，想放弃的念头。你大脑里有一个区域叫前中扣带皮层，缩写 AMCC。科学家称它是生存意志的所在地，它的大小和活跃程度能预测一个人在遭受重大打击后还能活多久。AMCC 的运作逻辑极其简单，也极其残酷，它只在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时才会生长。如果你喜欢泡冰浴，泡100次它也纹丝不动。但如果你恨冰浴，却逼自己跳进去，它就会变大。它只响应抗拒。超级老人就是80多岁依然认知清晰、体能充沛的人， AMCC 显著比同龄人更大。运动员的 AMCC 比普通人大。
肥胖人群的则往往更小，但一旦开始执行有挑战性的计划，它立刻开始生长。反过来也成立。如果你长期回避困难，选择安逸， AMCC 会萎缩。萎缩之后，你更没动力去做难的事，更没动力，它就更萎缩。这就是为什么新年决心90%在2月份就死了。这不是你意志力薄弱，是你的 AMCC 太小了。好消息是，它是一块肌肉，你可以把它练大。1884年情人节，西奥多·罗斯福回到家，发现他的母亲和刚生完孩子的妻子在同一天去世，巨大的悲痛几乎摧毁了他。他去了美国最荒凉的 Badlands， 每天凌晨4点在零下几十度的风雪里骑马，连马都会被冻死在原地。他在那里待了2年。2年后回到纽约，他像换了一个物种。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。在演讲中胸部中弹后，他坚持讲完了全场。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神经科学家现在回头看那2年说，他在荒原里锻造的不仅是身体，是他的 AMCC。最后，送你一个每天5分钟就能做的大脑升级训练。拿一个网球对墙抛接，右手扔右手接，1分钟，然后右手扔左手接，交替进行。同时训练处理速度、反应时间和手眼协调，全面激活执行功能网络。觉得简单？闭上一只眼睛，戴上眼罩再做，难度会瞬间暴增，因为你在强制视觉系统在负载下工作。终极版，遮住一只眼，单脚站立，继续抛接。这时候，你的小脑、空间感知、平衡控制全部上线。Louisa 用这套方法训练 NBA 球员，每天5分钟，你在建造新的神经连接。而且，因为这个动作很不舒服，很有挑战，你的 AMCC 也在同步生长。3期内容，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。第1期，我们构筑防线；第2期，我们应对危机。今天，我们拿到了反击的武器。没有药物能替代一次深蹲产生的肌肉因子，没有捷径能绕过你必须亲自举起那个重量，亲自逼自己做那件不想做的事。但好消息是，你的大脑终身都有可塑性。哪怕是今天，此时此刻，只要你站起来做10个深蹲，逆转就已经开始了。如果这个系列对你有帮助，转发给你在乎的人，点赞、订阅，保护大脑，从现在开始。我们下期见。